一看画上面的内容啊，他眼神越发的深沉。海童把他画得特别好，就是刻意把他的心脏勾画出来，还画得很小很小。他这是说他小心眼、小气鬼、心胸狭窄嘞。他的画像后面画了水，是湖还是池塘？水面上画那么圈圈是什么意思啊？水底下又没有画了鱼，要是画了鱼，还可以说是鱼在吐泡泡。水塘后面是一个蛋，战印拿着那张画边走边看边思考，海童画成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的画像就是战印，水与圈圈又是什么意思？阿七在楼下等着他呢。大少爷，战印嗯了一声，见阿七看他手里的那张纸，他边上车边说道：“哎，你们大少奶奶为我画的画。”阿七没有看清楚画上面的内容，不过是大少奶奶画的，那肯定是好画吧？他便夸赞着大少奶奶的画必定很好看。就把我画的像是拍照一样。战印靠着车椅，盯着水面上那一连串的圈圈。战印加什么蛋？水浊了，就是战印是混蛋。阿七啊了一声，扭头问着战印：“大少爷，你说什么？”他好像听到大少爷说战印是混蛋，大少爷自己骂自己混蛋，还是他听错了？没事，你开车吧，我赶时间。战印明白了海童画作的深意后，深深的叹口气，然后把那幅画小心的折叠起来。虽说彤彤在骂他，却是为他画的第一幅画，意义非凡，他得小心珍藏。手机又响了，哎，是苏南打过来的。战印，你是在你们家里还是又出差去了？在出差的路上，真是辛苦，大周末的都还要出门。苏南一脸的同情啊，少在幸灾乐祸。战印没好气地说，他周末他不用回公司，不过那边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妥当，除了分公司的事，还有那几个受伤的职员，他还要再去探望几次。这次的事情需要他或者苏南亲自去处理，主要是涉及到性命之危了。还好那受伤的工人被抢救过来了。他出差是收拾烂摊子的，然后再把那间分公司的管理层能换的都换一遍。哎，战印，你欣赏了你老婆的画作了吗？看过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战印淡淡的道：“把我画的像真的一样。”可见海童是把我刻入了他的心底，他非常爱我，才能把我画的那样好的。苏南，还能这样解释啊？那他画的那些圈圈，还有那只蛋，你都明白他的意思了？明白，我家海童舍不得当面骂我混蛋，就用画作来表达他的意思，也是给我留了面子，让我不用太丢脸。可见我家海童真的很喜欢我，连骂都舍不得当面骂我一句。苏南，战印，真有你的呀，还能把骂你的画作解释成另一番意思。你脸黑了吗？哎，那幅画撕了吗？战印没好气的道：“你盼着我黑脸啊？我干嘛黑脸？就算海童当面骂我混蛋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他爱我才会骂我，要是对我没有感情，他连看我一眼都嫌浪费他的时间呢，哪里还会骂我？我老婆第一次为我而画的画作，我怎么可能撕了？我要裱起来，好好的珍藏，以后年纪大了再拿出来欣赏，别有一番感触。苏南，你要是不把那幅画裱起来，你就是小狗。”战印沉声说道：“我不仅要裱起来，我还要挂在我和海童的房里，早晚看2遍，提醒他别老是小心眼，别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跟他闹，害他生气，害他难过，害他落泪。”苏南撇撇嘴：“你敢挂在你办公室里的墙上吗？我为什么要挂在那里？我老婆为我而画的画作，属于我们夫妻俩的闺房情趣，不让外人看。你最好就把画上面的内容忘得干干净净的呀。不跟聊了，我补一补眠，最近2、3天他都没有休息好。你睡吧。”苏南挂了电话，他以为战印悟不出画作的深意，特意打电话给战印，想着有机会嘲笑战印一番的，没想到战印不仅悟出来了，
还能撒一泼狗粮，秀一回夫妻情深。不愧是夫妻俩啊，思维与众不同。海童不知道战印因为他去喝酒，连夜赶了回去，现在又要飞过去。他是被阵阵手机铃声吵醒的。醒来觉得头痛欲裂，他忍着头痛拿过手机接听电话。海小姐，是我，你起来了吗？开一下门让我进去。梁姨啊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出去开门。海童环视一遍，确定自己是在家里醒来的。想必是小军送他回来的吧。他忍着头痛爬起来，出去给梁姨开门。就除了梁姨，还有海玲母子俩。姐，看到姐姐抱着外甥站在门口，海童心虚地叫了姐姐一声。海玲抱着儿子进屋，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来。海童小声问着梁姨，我姐知道我去喝酒了？你别问梁姨，你身上的酒味我还能闻得到。海童吐了吐舌头，他身上的衣服换过了，由于没有洗澡啊，他喘气呢，就都还能闻到酒的气味。姐，我就是和小军去喝了2杯，没喝多少。海童走过来，挨着姐姐坐下，然后抱起洋洋。洋洋，小姨说话好臭啊！小家伙竟然嫌弃了，扭身就爬回到妈妈的怀抱里。海童尴尬的笑，小姨刚醒来，还没有洗漱。小姨现在就去洗个澡，保证一会儿就香喷喷的。海玲说她还不快点去洗澡换衣服。小飞说一会儿他亲自过来接咱们俩。对哦，我都忘了，今天咱们要去大姨家里。这海童起身赶紧溜回房里。梁姨知道大少奶奶还没有吃，默默地进厨房里给海童准备吃的。10几分钟后吧，海童出来，趁姐姐不注意，他先溜进了厨房，小声问着梁姨，战先生昨晚有没有回来？昨晚他做了一个晚上的梦，都是与战印有关的。梦到他回来了，梦到他抱着他，见他喝醉了，他很心疼的样子，还梦到他跟他说了好多好多的话，可他说了什么他都没有听见。在梦里他叫他大声一点，他听不见，可他就是嘴皮子一张一合的，他愣是听不清楚一句话，可把他急死了。梁姨扭头看他2眼，又转过身去继续忙他的。昨天下午我送你姐和洋洋先回家的，昨晚也是留在你姐那里过夜。战先生回不回来我真不知道呢。海童一拍脑门，对哦，你都没回家。哎呀，头好痛呀。梁姨，你帮我煮碗醒酒汤行吗？不行，我去拿包和济公吃了再说吧，痛死我了。海童扭身溜出了厨房，然后呢，若无其事地晃进客房去，找到了药箱，从药箱里拿出一小包和济公，拆开包装就要把药末倒进嘴里。头痛了吧？姐姐的声音响起。这海童被吓得手一抖，药末都掉了一半。没睡好头痛的，我吃饱和济公就没事了。既然被姐姐看到了，海童就光明正大的吃了那包药，说你多少次了，叫你不要喝酒，你酒量又不好，随便喝几杯都能醉，总是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，左边耳入右边耳出，是不是觉得战印不在家里，没人盯着你，你就可以喝了。海玲是又心疼又生气，轻揪了一下妹妹的耳朵，等战印回来。我跟他说，以后他出差能带家属去，尽量把你带着去出差，免得你趁他不在家跑去喝酒。姐，他出差是为了工作呀，我跟着去干啥？我就喝了2杯而已，没喝多少的。你骗鬼吧，当姐不知道你酒量不咋地，却老爱喝酒，没人看着你，铁定喝个5、6、7、8杯的。海玲就一边数落着妹妹，一边转身朝厨房走去，让梁姨给你煮碗醒酒汤喝。我就知道姐最疼我了，我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姐姐。少贫嘴了。海玲瞪了他2眼。在海童吃东西的时候，海玲走到阳台外面，看到衣服都没有收起来，她拿来一插，边把战印的衣服收下来，边说着妹妹，战印都出差几天了，他的衣服你都不帮他收进去，怎么还是湿的？
你这里采光挺好的呀，阳台正对东面，太阳出来的时候能晒到衣服，怎么晒了几天，衣服还是湿的？这2天又没有下雨，虽说天气冷，但白天偶尔还会有点阳光的。他租的房子采光不如妹妹这套房子，母子俩的衣服晒上一整天都能干呢。海童本能地道，战印的衣服很少晒在那阳台上的，他房里也有个小阳台，他都是晒在他房里。海玲重新把衣服晾起来，嘴里说道：“他的衣服不晒在这里。”那这是谁的衣服？你的吗？这么长的西裤，应该是战印的吧？瞧着也是男人穿的。他端着碗走出去看，然后愣住，还真是战印的西裤呢，还有他的衬衫，连老底都有。不对啊，我记得他很少把衣服晒出来的，而且他出差之前我帮他收拾的行李，确定他没有衣服晒在外面的。海玲睨了妹妹一眼，难不成他的衣服还会自己跑出来？还是湿的呢？应该是昨晚或者今早才洗的吧。海童，难道他昨晚真的回来了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姐，你看我养的花漂亮不？你赏赏花，我继续吃我的嘞。海童端着碗回到餐厅里坐下，就赶紧拿来手机，给沈小军发信息，问沈小军：小军，我昨晚什么时候醉的？醉了后，是你姐弟俩把我送回家的吗？我怎么做了一个晚上的梦，梦到了战印回来了呢？哎，我才不是想他呢。我家阳台上还晒有他的衣服，衣服还是湿的。难道我不是在做梦？他真的回来了？发信息，别打电话，我姐在我这里呢。让他听见，知道我和战印闹矛盾，他又得担心。海玲离婚后最怕的就是妹妹受到他的影响，婚姻也不幸福，所以呢，海玲就很紧张妹妹夫妻俩的关系。沈小军很快就回复了：你喝了不少酒才醉的。哇，这是我认识你以来见证你破纪录的时候。你家战先生的确是回来了，昨晚你喝醉后，我就扶着你出酒吧，然后在酒吧门口遇到了你家战先生，他一下子就把你强抱过去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送你回家的自然是战先生了，你不是做梦，你是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他是回来的了。我以为你醉得那么厉害，不记得发生过的事呢。他想了想，又问好友：战印真的回来了？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以为是梦。他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多话，唠唠叨叨的，像个老太公一样。那沈小军懒得打字了，发语音信息的：你刚醒的？战先生不在。哦，对了，我昨晚问过了苏南，苏南说战先生今天还得赶回他出差的那座城市的，说那些事儿就该战先生负责处理，他必须要处理好才能回来。彤彤，他知道你去酒吧买醉，着急担心，然后撇下工作，匆匆忙忙赶回来，可见他还是在乎你的。海童把音量调小了一点，才听着好友发来的语音信息。原来战印真的回来过，只不过他没有等他醒来又离开了。他那么忙，因为他跑去酒吧买醉，他就匆匆赶回来。海童不知道该感动还是该说自己任性作妖。战印又是怎么知道他去酒吧喝酒的？虽说在酒吧里遇到了苏南，苏南可以通知战印，隔了那么远，战印也不可能在他从酒吧出去的那点时间内就赶回来吧。他毕加是提前收到消息才能提前赶回来，就战印自己接我回来的，你没有跟着？海童问着。那沈小军就说道，是战先生自己去接的你，还请了辆车，那辆车的司机是你们小区的那个代驾叫阿七的。海童想到自己洗澡时身上的衣服都不是昨天穿的那套，说明他回来后是换了衣服的哈。梁姨不在家，奶奶又回老家了，小军没有跟着过来，那就是战印帮他换的衣服了。他醉睡的像猪一样沉实，战印扒光了他，他又没有做了些什么。海童的手机响了，是商小飞打过来的，他暂时就不跟沈小军聊着，先接了商小飞的电话。海童，你住在哪里啊？明苑小区。好，我现在过去，我在你店门口，
你今天没开门。海童说道，好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我和我姐也准备出门了的。商小飞了一声，等海童给他发了定位后，他用手机导航，然后前往明苑小区。他开车总是特别快，在路口转弯处要融入大公路的车流时，他差点撞上了一辆迈巴赫，双方都紧急刹车。商小飞按下车窗，对方司机也按下了车窗。商小飞示意对方先退后一点，让他转了弯再说。那司机就没有马上搭理商小飞，而是扭头看看车后座的人。怎么了？君然温沉地问道。对方不肯让，想让我们后退。君然略拉开了点车窗帘，看了看后又拉上了车窗帘，对司机说道，那是商家的小辣椒，蛮横得很，退后一点，让他吧。他管着风尘集团在管城的分公司，平时打交道的都是管城商界的大佬。虽说与商氏集团没有任何业务往来，因为风尘集团与战氏集团合作了，战氏与商氏不对盘，故而居然没有与商氏集团有业务往来。不过呢，商家的那几个重要的人物居然还是认得的。商家的当家人现在是商无痕，商无痕是个宠妻狂魔，不认识商无痕无所谓，蓝鲸一定要认识，免得不小心得罪了商家大少奶奶，遭到宠妻狂魔的报复。然后商家太太也要记牢他的样子。他虽然没有坐上过商氏集团的当家人位置，但他在商氏集团是从小小一名职员爬起来的，祈福能力都不如他。就上任的商家总裁在位期间，很多事情都是依赖着商太太处理，故而呢，商太太也不能得罪。最后呢，就是商小飞了，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千金小姐。脾气不好呀，惹怒她，她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都能让你没脸。居然属于在生意上精明冷冽，但在生活上却是个温润如玉的人，脾性很好，深知商小飞够辣，居然不想在小事上跟商小飞争个高低，礼让3分又如何？商小飞是女孩子，居然想着女士优先了。好啊，司机开始往后退车，后面的几辆保镖车也跟着后退。商小飞见对方让了自己，朝君然的司机说了声谢谢，就赶紧把车开走，融入了大公路的车流当中。还没有跑出200米远，那遇着红绿灯只得停车，然后君然的专车则停在了另一条车道上，恰好与商小飞的车子并排而停。商小飞又看了2眼对方，不过只能看到司机。车后排有车窗帘，对方不拉开车窗帘，他根本看不到车后排坐着的是什么人。刚才司机不太让他的，人家是直行，他是拐弯岔道进来，是坐在车后排的人愿意让一让他。绿灯后，君然的专车先开走，商小飞就看到了他的车牌号码，心里想着那是谁的车子呀？后面那几辆黑色的轿车是保镖车吧？那在管城出入喜欢带着一班保镖的人，除了战印还有谁？商小飞没印象。他大哥都不喜欢带保镖，偶尔带上保镖也只会带2个，不像战印那样，保镖团都分2班倒，每一班都有8个人，所以他每次露面时总给人一种帝皇驾临的感觉。海童不知道商小飞在路上遇到了君然，他给商小飞发了定位后，发信息给沈小军，告诉好友他得去大姨家里认认门。之后呢，他就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发信息给战印。战印估计还在飞机上，并没有回信息给他。海童的心就一下子又沉了，嘴里嘀咕着，不回复就不回复呗，我稀罕你的回复。把手机塞进外套的衣袋里，起身端着碗筷进厨房清洗了。姐，你脸上的伤痕上过药了吗？上过药了，不知道会不会留疤。伤口不深，不会留疤的嘞。海玲抱着洋洋走过来，在厨房门口看着妹妹洗碗。彤彤，你会不会觉得姐心软了？你是看在洋洋的份上原谅他们一次的，况且他们知道我们有个亲大姨，以后应该不敢再对你动手。就是姐，我觉得你前婆婆后悔了呢。她早就后悔了，不过不是舍不得我这个儿媳妇。
是舍不得他儿子分钱给我，现在离了，管他们怎么样。说话间，海玲接到一通似熟悉又陌生的来电。说陌生，那电话号码她记不全；说熟悉，她是接听过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的。海玲，是我啊。海玲一接电话，那边就传来了叶佳妮嗲嗲的声音：“叶小姐有事啊？”海玲拉黑了周家人的手机号码，叶佳妮的手机号码她倒是没有拉黑。没什么事，我能加你微信吗？叶佳妮说话总是嗲嗲的，海玲听得直皱眉。叶小姐，你说话的语气能不能正常点？她又不是周红林，喜欢听叶佳妮嗲声嗲气。叶佳妮默了默后就正常说话了：“海玲，我想添加你的微信，你能否同意一下？”叶小姐，你是没睡醒，还是脑子进水了？加我为微信好友，我们有什么好聊的呀？叶佳妮说道：“海玲，我也不怕你骂我嚣张，我就是想知道，你离了婚，离开了红林，能不能过好日子？对了，你分得了100多万的财产，你们母子俩省吃俭用，能吃好久呢？”海玲没有被他的嚣张气到，很平静的道：“还住在一个城市里，可以想知道，叶小姐还是能打探到的。叶小姐就等着看我母子俩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吧。我倒是要提醒叶小姐一点啊，做人不要太嚣张，否则下场会很惨。”叶佳妮呵呵的笑：“怎么办？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嚣张。你知道吗？从我进入微号电子公司开始，就知道你的事了。他们都说你以前有多优秀呀，有多好看呀，说你和红林郎才女貌，我就嫉妒上你了。我要抢走属于你的一切。对了，跟你说一声，下个月情人节的时候，我和红林就去登记领证了。”海玲依旧很平静：“那要恭喜叶小姐了，恭喜叶佳妮跳进周家那坑泥里。今天周末我睡到现在才起来，不过呢，红林已经把早餐做好了。听说你们结婚3年多，都是你给红林做饭的，你估计还没有尝过红林的厨艺吧？”海玲不想再听叶佳妮那挑衅的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“姐，是哪个姓叶的？是他，简直有病！我和周红林都离婚了，成全了他们，还给我打电话，居然厚颜无耻地说要加我为微信好友，无非是想加我为好友后，他天天在朋友圈和周红林秀恩爱，想气死我而已。我有什么好气的？婚都离了，周红林与我还有什么关系啊？前夫而已。”对于周红林给叶佳妮准备早餐，海玲都想笑了。周红林没有下过厨是事实，他能给叶佳妮准备早餐才怪呢，铁定是去外面打包回来的，还说情人节那天准备去领结婚证。我巴不得他们快领证，拴在一起了，才能体会到那一家子的极品行为。海童骂道：“那人还真够无耻的，他不无耻，能跟周红林搭上线啊？不过我还是感谢他的，没有他的劝说，周红林不会轻易放弃洋洋的抚养权。”海玲重新抱起了洋洋，儿子是他的命，他可以不要周红林，但放不下儿子。好在现在都雨过天晴了，姐，我们先去超市买点东西吧。要去亲大姨家里，总不能空手去。海玲嗯了一声，姐妹俩带着洋洋去超市逛了一圈，然后提着大包小包出来，把车后箱啊以及车后排的座位都塞得满满当当的。刚准备上车，就收到商小飞发来的信息，他已经在明苑花园门口了。于是海童带着姐姐回到小区门口，跟商小飞会合后，并没有再进小区，而是跟着商小飞直接去了商家。在路上呢，海玲跟妹妹说道：“彤彤，大姨要是说帮扶我们，咱们都要坚决拒绝，我们还年轻，有手有脚的，能靠自己养活自己，不能因为大姨很有钱就依赖着大姨的帮扶。姐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想过这问题了，不管大姨要怎么补偿我们，我都会拒绝的。商太太寻找妹妹几十年，好不容易认回2个外甥女，肯定会想着帮扶外甥女的。”姐妹俩都想到这一点，花了40分钟才到了商家的别墅。商太太带着一家人在门口等着，
远远看到2辆车后，商太太就满脸都是笑了。待车子近前停下，商太太率先走向海童的车，商小飞推开车门跳下车，笑着对下车的海童姐妹俩说道：“我妈现在是有外甥女万事足了，把我这个亲生女儿都撇下。这是你的家，你回自己的家还要妈出来迎你。”商太太伸手想抱洋洋，洋洋依旧不要她抱，她只能摸摸洋洋的头。大姨，海童叫了商太太一声，商太太欢笑地应着。商先生带着2个儿子以及大儿媳妇走过来，姨丈。海玲姐妹俩叫了商先生一声，商先生呢微笑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们大姨早早就在这里等着了，恨不得自己过去接你们俩。”海童有点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才过来，是因为他昨晚喝醉了吧？过来时都是姐姐开车。海玲教着儿子叫人，洋洋不要商太太抱，但他肯叫人，妈妈教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。哎，这孩子真可爱。蓝晶笑着，能让我抱一下吗？商太太说道：“洋洋都不要我抱，他会要你抱吗？”蓝晶尝试着伸出手，没想到洋洋看看他后，竟然伸出了2只小手要蓝晶抱。商太太，洋洋还会挑人啊？洋洋平时不怎么挑人的，上次吓坏了。大姨，下次再见面嘛，洋洋就要你抱的了。洋洋肯跟着蓝晶，让海玲都觉得意外。海玲，海童，这是我的大儿子商无痕，你们的表哥。商太太不忘把2个儿子介绍给外甥女认识，这姐妹俩都叫了商无痕一声表哥。商无痕回以微笑，没有说话。商太太又指着2儿子商凯说道：“这是我小儿子商凯，他比海玲小2岁，比海童大3岁。海玲叫他表弟，海童则叫他二表哥。小姨抱。”洋洋让蓝晶抱了一下子，就想回到小姨的怀抱。哎，海童连忙伸出手去抱回外甥。商无痕眼尖地看到了海童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那枚钻戒，他看着呀，怎么有点眼熟呀？就好像不久前他才看到谁的手上戴着一枚同款的。商无痕不着痕迹地盯着海童手上戴着的那枚钻戒看了好一会儿。进去吧，屋外冷，今天的风太大。商先生招呼着大家进别墅去，同时对女儿说道：“小飞，你把车开进来吧。”商小飞依言，开车进别墅，停在露天的停车场上。海玲也跟着他一起把妹妹的车也开进了商家的别墅，然后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华丽的主屋。海童姐妹俩买来的礼物自有佣人去拿。商太太看到外甥女买了那么多东西过来，说着姐妹俩，大姨又不是外人，来大姨家里不用买这么多东西，大姨什么都不缺，也没买什么。海童抱着洋洋跟着商太太走，商小飞停好车后，等着海玲一起追上来。进了华丽的主屋呢，大家在沙发上坐下来。晶晶，商无痕小声地扯了扯妻子的衣袖，在蓝晶看向他的时候，他小声说道：“我有些话跟你说，我们上楼去。”蓝晶一小声回应他：“有什么话等会儿再说吧，2个表妹刚来，有爸妈和小飞陪着呢。”商无痕想起了那枚眼熟的钻戒是戴在谁的手上了，他想让妻子等会儿找个机会问问海童。蓝晶看丈夫的表情严肃，见公婆的注意力不在夫妻俩的身上，她才悄悄地跟着丈夫上楼。那回到夫妻俩的房间，商无痕关上了房门，还把房门反锁，不让人进来。蓝晶好奇地问着无痕：“什么事？你的表情好严肃啊。”晶晶，我刚才看到海童表妹戴着的婚戒了。蓝晶看着她，好笑的道：“你以为我们个个都不长眼睛？就你看到了？看到了怎么了？海童的婚戒有什么不对？”商无痕沉默，思索着怎么开口。咱们夫妻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叫我上楼，不就是想跟我说吗？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说说。晶晶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战印朋友圈里秀婚戒的是吧？蓝晶点头，当然记得，那天大清早的你还让我去跟小飞说呢。
你当好人，让我当了一回坏人，看着小飞难受的样子，我都想替他哭一回。你还说你在管城酒店偶遇到战印时，战印居然请你吃饭啊！回家后，你在我面前念叨了一个晚上，说你做梦都想不到有生之年能让战印请你吃饭，还怀疑战印对你有所图呢。你都娶妻了，战印也结婚了，不用担心他是喜欢男人的。就算他喜欢男人，也不会打你主意，就你心思多，想得多。能坐上商氏集团当家总裁一位，他家男人也是很厉害的。蓝晶嘴上抱怨着丈夫心眼多，心里是很崇拜丈夫的。商无痕点了一下妻子的额，你想歪了。我那天在管城酒店遇到战印后，我发现他换了婚戒，当时他还解释了一下，说他太太不喜欢金戒指，所以他换成了永恒钻戒。我跟他同桌吃饭，可以说是看着他绣婚戒，绣了好几个小时的，对他的婚戒眼熟了。刚才看到海童戴着的那枚婚戒，我也觉得眼熟，感觉和战印的是一对儿。蓝晶愣愣的就看着丈夫，片刻呢，她伸手摸了摸商无痕的额头，又摸摸自己的额，自言自语，没有发烧呀，你还好吧？战印的婚戒怎么可能和海童的是一对儿？他们俩的要是一对儿，不就是说战印那个神秘的妻子就是海童？你觉得可能吗？蓝晶反正是不相信的。战印是谁啊？那是战家的大少爷，按理说他和海童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。商无痕说道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听小飞提到过，海童的丈夫也是姓战的。虽说天底下同姓的人很多，可战姓却不是常见的。咱们管城姓战的人，除了战印一大家子，就是跟他们同宗族的人了。海童的丈夫还是在战氏集团上班，你不觉得太巧吗？战氏集团姓战的人，是不是除了战少的兄弟们就没有其他人了？商无痕噎了噎后说道，那也不是，他们同宗族的很多人也在战氏上班的。有些还没出五福的呢，不过大多数都是出了五福的。说不定海童的丈夫是老祖宗跟战少的老祖宗是一家人，现在已经没有关系，只是同姓了而已呢。商无痕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听妹妹提及海童的丈夫姓战，她并没有往战印身上想去。战家虽说底蕴深，往上数几代，也还是在村里搬出来的。听说他们老祖宗所在的那条村，一条村都姓战的。那战印的姥姥老祖宗发家后呢，有没有带着一条村人发家致富，商无痕就不知道了。但他知道，在战氏集团的总部旗下分公司，的确有很多姓战的职员，他们大多数与现在首富战家没有关系，只是同姓而已。所以我把你叫上来，就是跟你说说，等会儿你找个机会偷偷地问一下海童，她丈夫叫什么名字，不要让妈和小飞知道。你也知道小飞对战印的感情还没有彻底放下来的，妈刚找回海童姐妹俩，也暂时不要让她知道。万一海童的丈夫真的是战印，还不知道妈的反应怎么样呢。她现在是一心想帮扶两个外甥女，但妈更疼爱小飞，就连我们的感情天秤也是偏着小飞的，毕竟小飞才是我的亲妹妹，海童不过是表妹，还是刚认回来的，都没有处出兄妹情。商无痕低沉地道，小飞跟我说过，海童在他们面前都是说战先生的，没有提及她丈夫的名字。那么巧的是，小飞在其他女性面前提及战印，也都是说战少，不会说战印的名字。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俩彼此都不知道，他们嘴里说的男人其实是同一个人。蓝晶，无痕，我怎么觉得你是肯定了海童的丈夫就是战印？海童的好闺蜜是张太太的侄女儿，张家的接班人还经常去海童的店里。难道海童在张少爷等人的面前也不提及战先生的名字？商无痕说道，你是不了解战家的教育方式，会这样想也很正常。他们战家的孩子就在未踏入社会之前会被保护得很好，外界的人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，叫什么名字。他们上学都是和普通人一样的，谁都不知道他们是首富家的少爷。战印是10年前由他奶奶带着第一次参加商业酒会，正式露面的。
战老夫人会参加的商业酒会，酒会上的人必复是管城的大佬级别，他老人家只把战印介绍给那些大佬认识。之后，战印慢慢的接管战氏集团，所有人对他的称呼要么是战少，要么是战总，年轻一辈的，除了与战氏来往密切的人家，否则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啊。他对他自己的隐私保护的也很好。小飞如果不是我们商家的女儿，他别说追求战印了，连战印的大名都难以获知呢。张少爷或许不知道战印就是战印，又或者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啊。毕竟谁也想不到海彤的丈夫会是战印，还是闪婚丈夫。你觉得以战印的脾性，他会闪婚吗？蓝鲸摇头，我都不相信他会是海彤的丈夫。是你说看到海彤戴着的婚戒和战印的是一对儿，丈夫提出了怀疑，他都不相信呢。商无痕说道，希望只是我想多了吧。如果海彤的丈夫真是战印，晶晶，如果海彤丈夫的真的叫战印，这件事咱们也要先保守秘密，不是帮战印守秘密，是为了小飞。